老子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，我的原则就是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就在刚才，3名穷凶极恶的毒贩手持武器抗拒抓捕，被执法人员围困在大型商场内部。但是几人强行挟持了一名6岁的小女孩当作人质，还在孩子的身上捆绑了大量爆炸装置，这也让现场的警方不敢贸然采取行动，只能紧急联系狼牙特种大队寻求支援。老高接到消息后，立刻带领孤狼小队赶往事发地点，同时认真勘察现场内部的实际状况，短时间内就敲定好了完整的行动方案。你们是我训练过的最好的士兵，我信任你们，干掉他们，让他们在地狱里都会被噩梦惊醒，后悔与我们为敌，天大地大！人之最大！鸵鸟和卫生员潜伏就位，找准时机狙击歹徒。小庄和强子来到楼顶位置，借助绳索缓慢下滑，伺机破窗发起进攻。而老炮悄悄绕往后门，做好爆破准备。没过多久，小队里所有作战人员全部到达指定点位，静静等候最合适的行动时机。但是这帮心思缜密的歹徒格外谨慎，一直躲藏在隐蔽角落，全程防备着警方的突袭行动。敢进来，咱们哥们儿就拉这个小丫头一起走。歹徒始终躲在小女孩的身后，这也让卫生员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。而倒挂在外面的强子体力不支，差点滑下去，还好小庄及时出手将人稳稳拉住，不然整次作战计划都会彻底暴露。此刻对峙双方都在互相僵持消耗，这场紧张的对峙足足持续了1个多小时。老高担心队员的体力难以长时间支撑，接着向现场警方调取几名歹徒的相关资料，查到为首的头目还有一个孩子身在境外。老高直接接过谈判人员手中的扩音设备，对着里面的劫匪头目大声喊话：高森，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，你敢动那个小女孩1根手指头，我一定好好交代你儿子。不会的，你们是警察。老高刻意谎称控制住了劫匪头目的儿子，以此扰乱对方的心神，逼迫对方露出防备漏洞。同时孤狼小队全员随时做好出击准备。果不其然，头目得知儿子遭到控制之后，瞬间乱了方寸。明明众人放慢脚步，谨慎进入场内排查，还对着倒地的歹徒补枪，彻底确认对方失去所有反抗能力。接着老炮招呼身边队员全部撤出房间，打算独自留在现场拆解炸弹装置。随后老耿和小庄便撤了出去，但卫生员执意留在屋内安抚受惊的小女孩。他了解到小丫头很喜欢唐老鸭的形象，便模仿唐老鸭的声音和小丫头聊天。你是丫头，丫头对不对？我是唐老鸭。卫生员哄着小姑娘闭眼玩耍放松心情，同时老炮在后方紧张开展拆弹工作，错综复杂的线路看得他满头冷汗。不过他身为小队专业的爆破人员，没多久就顺利解除了炸弹装置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危机彻底解除的时候，暗藏的炸弹却突然再次起飞。藏在哪里？夜闪来天气，还有5分钟时间，马上撤离，完毕。可小庄等人得知此事后，全都义无反顾冲了进去，还带着玩具去安抚受到惊吓的小姑娘。他们一起发过誓要同生共死，绝不会独自撤离，丢下老炮独自直面险境。老炮望着身旁故作轻松的战友们，内心无比的感动。最后在倒计时仅剩1秒时，他顺利剪断引线，解除了定时炸弹危机。哈哈哈哈哈！